什麼？我們之前就在節目上講過，在廣東信義因為殯儀館蓋在家裡旁邊，原因有個老婦人衝第一個去丟石頭這案件，我以為這案子已經被中國壓下來，結果你說更可怕的是什麼？現在廣東信義的這一些群眾是有計劃、有目的、有組織的，在向中國的來抗議的。是沒有錯。3月17到3月19日，這一些居民非常勇敢的上街抗議，結果被鎮壓了，人都被抓走了。对，你刚刚講沉寂了5天。今天这一些人又上街了，又上街，而且人更多，3000人上街。他們上街說什麼？放人，放人，放人！為什麼？因為3月17到3月24之間，其實他們抓了很多他們的親朋好友，而這些親朋好友只是幹嘛？只是想要希望他們的學校旁邊不要有殯儀館而已啊，這麼微薄的心願。但是當地的政府都不跟你溝通。這些人上街知不知道他們有可能被鎮壓？當然知道啊，但他們還是選擇，我還是衝了。沒錯，非常的勇敢。然後呢，他們上街之後，就有大批鎮暴的警察到現場啊。就講凶悍嘛，就講如果你們再繼續這樣子集會的話，你們都是違反法令。接着呢，你知道嗎？因為這些民眾不肯散去嘛，結果特警居然跑到旁邊的遊覽車，遊覽車跟特警有什麼關係？結果遊覽車也是特警的偽裝啊！一衝給你提醒你這樣，鎮暴工具啊，給棍吶，給盾牌，棍子跟盾牌藏在遊覽車裡面，沒錯，偽裝的，偽裝的。我跟你講，不止遊覽車是假的，我跟你講，連抗議民眾裡面都有假的，有內鬼，有內鬼，就是特警偽裝成抗議民眾在裡面制造動亂，然後在裡面推擠之後就導致怎麼樣？導致有些人發生爭執嘛。這時候鎮暴警察就有民意衝進去啦，就說我們要維穩，接着就開始棍啊喊對啊，盾牌打下去啊，然後把裡面的這些村民當豬當狗打，對，然後用什麼這麼凶，就是4、5個人去抓一個人，對啊，然後把他當牲畜扛走啊，成何體統啊，做這種事情。好，那大家就很好奇說，你3月17到3月19 3天，好，他們進行了大抓捕，那為什麼沉寂了5天？对，我跟你講，沉寂5天，他們在進行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認知作戰。什麼叫認知作戰？恐嚇啦，對，你知道嗎？在他們的信誼頭號啊，就信誼他們自己的那個官方的那個微博的那個號碼上面哦，你知道嗎？他放了一個宣傳手冊。這個宣傳手冊他說哦，為什麼你要蓋殯儀館？因為你百姓生活離不開，意思說你隨時都會死人啊，你死人就得要灰修嘛，對不對？這樣子我跟你講，他呢最恐怖的是，他直接3月21到3月24之間，3月20到3月24之間，他直接裝甲車就開進去他們村子裡面，直接碾壓的。對，他不讓你進去，也不讓你出来，就是要活活餓死你。而他們的居民呢，當然也沒在怕，他們也用什麼築起路障反封鎖。好，所以呢，這樣的情況下，我覺得啦，一個不敢面對活人抗議的政府啊，你有什麼資格談論安置死者的慈悲啊？宏觀取材，釐清真相，犀利精準，深入剖析，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，不漏接。老時段，新氣象，我是鍾浩和，關鍵時刻2.0，全新出擊。